老三在家吗？这位娘子是？我姓王，镇上叶家托我来的。你家可有个20岁的闺女，寅琛年卯受月平日丁巳时的？有，我家三丫头正是这个时辰生的。她出生那年下了大雪，她娘难产，折腾了一天一夜。行了，叶家二少爷病了些时日，夫人心急，想寻个性格相合的姑娘结婚。你家姑娘的性格与二少爷是天作之合，这是婚书。结婚？叶家是首富，可二少爷是个出了名的病秧子，这哪是结婚，这分明是送死。少爷一死，新娘子是要跟着一起的。聘礼多少？50两。500两。500两，500两。还有，这些都是聘礼：绸缎10匹，瓷器1套，银镯子1对，金簪1只。另外，成亲那日，叶家会用8抬大轿来接人。8抬大轿，那可是正经嫡妻才有的排场啊！这，叶家真的给这么多？哼，叶家是什么人家，还能诓你不成？只是有一条，二少爷病得不轻，老爷夫人心急，婚事要尽快，3日之内就要过门。3日？成，3日后叶家来接人。卖猪的时候，他还要讨价还价半晌；卖我，他倒是爽快。顾老三，你这闺女可真是个有福气的。三丫头，你可真是爹的好闺女，你嫁过去就是叶家的2少夫人了，锦衣玉食，丫鬟成群，这可是好日子啊！要真是好日子，就不会轮到我了。大姐已经嫁人，大姐嘴甜乖巧，而我是个哑巴，她本就不喜我，在我5岁都没开口说一句话后，更加不喜了。吃白食的废物！你那是什么眼神？老子养你这么大，给你寻了这么好的人家，你还不知足？换做别人家，你一个哑巴，谁要？回你屋去，别到时候上轿子面黄肌瘦的，丢老子的脸！赏，都有赏。三丫头，别怪我。三丫头，往后照顾好夫君，没事儿别回来了。起轿！我不怪你，这家里的人谁不是苟延残喘？你怕，我也怕。新郎官身体不适，由大少爷代其拜堂。叶家大少爷叶寒之，还好不是用公鸡带去。这棺材装2个人绰绰有余。二少爷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姑娘，娶你不是我的本意，我不想因这病害死任何一个无辜之人。你拿着这些钱，快些走。我早已在后门安排好了人接应。姑娘。别叫人，可以帮我倒杯水吗？让你见笑了，我这身子不该祸害你的，替我父母说声抱歉。你放心，今日离开后，我会安排好一切，绝不连累你的家人。姑娘，你可是不能。真饿，除了二姐给的那块碎酥饼，一天没吃东西了。她是要方便吗？我需要起来伺候她吗？甜的，软的，有钱真好。姑娘，既然你不愿离开，那便这样吧，也当是尽致的贪心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活着一日，便会护着你一日；就算我死了，也会为你安排好一切。
叶静之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啊！什么？姑娘，刚刚是你说话了吗？姑娘，是你吗？我不是不会说话，而是我不能。只要我开口许愿，都会成真。活过来。我自有情感淡漠，也从未有人真正在意过我的意愿和感受，所以无论爹娘如何苛待我，我内心都泛不起任何波澜。可现在的我却突然觉得，嫁给叶静之似乎也不错。可以扶我起来吗？叶静之的体温比昨夜高了。二少爷，知秋，我与你同去。知秋，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。知秋，我与你同去。知秋，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。托了阿弟的福，男孩就叫顾延礼，嘿嘿，女孩就叫知秋吧。于是我便得了个顾知秋的名，应是他见过我的生辰八字帖吧。走吧。景之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母亲，我带知秋来给您和父亲敬茶。景之，不是让你在房中多休息吗？母亲莫要担心，儿子已经觉得好多了，老爹娘担忧了。知秋，这是母亲。好孩子，娶你真是娶对了，景城都能下床了，好啊！夫人，对，见面礼，看我都给忘了。知秋，这是我当年嫁进叶家时婆母赠我的玉镯，如今妈把它送给你。孩子，这是城南几家铺子的地契，只要你能与静之好好的，叶家绝不会亏待你。地契，这礼也太大了。那孩儿替知秋谢过父亲了。先用膳吧。我在顾家，早饭只有一碗清可见底的稀粥，偶尔出现的鸡蛋、肉包子都是阿爹和弟弟的。知秋，尝尝这个，里面有笋丁、猪肉和鸡肉，很好吃的。不急，慢慢吃。糟了，吃的太多了，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饿死鬼投胎。好，能吃是福。景之这些年吃饭总是数着米粒，看得人心焦。如今有知秋在，他也能多吃一些了。再吃一些。好。休息一下。这么温柔的一个人，怎么就活不长了？天地不仁。真的假的？二少爷居然能下床了？谁知道是不是回光返照？我娘说他就是个作陪的。二少爷要是没了，那位新少夫人也得走了。嘘，你不想活了？怕什么？他是个哑巴，那他能去告状？他是个哑巴，那他能去告状？二少夫人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儿油烟大，仔细熏坏了您的衣裳。少夫人想吃什么，吩咐奴婢们便是。
二少爷的膳食有专人伺候，大厨房的灶火可不是……叶静这似乎胃口非常不好，吃的那么少，身体怎么能好呢？装模作样，一会儿看你怎么收场。二少夫人，二少爷的膳食厨房早有安排，您做的这些，二少爷贵体怕是吃不惯，您还是自个儿回偏房吃去吧。怎么，二少夫人是嫌奴婢伺候的不好？您要是觉得委屈，大可去。芷秋，二少爷，二少夫人这是不喜欢厨房准备的饭食，非要自己动手，这不正端着要去偏王自个儿用呢。这是你给我做的。进来。红梨以下犯上，去跟母亲说一声，打发他出府吧。红梨以下犯上，去跟母亲说一声，打发他出府吧。二少爷，奴婢知错了，求二少爷开恩。拉下去。生平第一次，竟然有人这样毫无理由的维护我。百合瘦肉汤，好香，清爽不腻。芷秋，你手艺真好。你喜欢就好。芷秋，你识字吗？我教你，以后我教你认字，你教我手语，可好？这样，你高兴了不高兴了，我都知道是为什么。这样，你高兴了不高兴了，我都知道是为什么。芷秋，你是我叶家的二少夫人，在这个家里，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红梨的刁难我从未放在心上，那样的白眼我自小受得多了。可这些话，傻丫头。今天我们先学第一个字，秋。手腕用力，横、竖、撇、捺，已经不错了。第一次写字比我当年强。芷秋，你怎么又瘦了？这几匹缎子拿回去做几身新衣裳，小姑娘家要穿的鲜亮些。芷秋，那日红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你放心，在我叶家没有人能给你委屈受。静之身体不好，回门的事我想过了，都怪我们思虑不周，只顾着她的病，早该替你准备了。回门那日，我陪你去。婆婆陪儿媳回门，这是给足了我体面，去面对那个家。去吧。晌午就回来了，母亲还能把你媳妇弄丢了不成？臭小子！这就是我的家。三丫头，你咋回来了？你是不是偷跑出来的？这个死丫头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要害死老子！住手！你个死丫头，你要害死老子！住手！知秋现在是我叶家的媳妇，岂是你说打就能打的？你是叶夫人。别怕，秦叔，把东西搬进来。
呀，亲家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也不是真想打，是怕这丫头不懂事儿，做出什么丢了叶家脸面的事儿。是怕这丫头不懂事儿，做出什么丢了叶家脸面的事儿。知秋很好，亲家多虑了。如今这门也回了，还望亲家能遵守当日诺言。日后，知秋只是我叶家的媳妇。是，都听亲家的。走，跟娘回家。起驾。知秋，今儿咱不直接回府，娘先带你去香满楼，那儿的蟹黄豆腐是一绝。吃完饭再去逛逛铺子。你瞧你穿得太素了，小姑娘家家的，得鲜亮些才好看。啥？长者赐，不可辞，听话。长者赐，不可辞，听话。真好吃，多吃些，看你瘦的。太老气了，掌柜的，把新打的那几样拿出来。素净又精致，衬你。这簪子要了，还有这对翡翠耳坠，那条珍珠璎珞，全包起来。太多了，使不得。多什么多？这些都是给你的，包起来。回来了，母亲给你挑的，真好看。没什么。香满楼的蟹黄豆腐味，母亲果然带你去了。你特意给我带的，甜的。知秋，叶静之，今晚我想守着你。知秋，知秋，你不能后悔了。叶静之，我怎会后悔？二少爷全好了，静之能痊愈，全靠知秋。这孩子是我叶家的福星。二少爷病都好了，怎么还留那个哑巴在正府？到底是乡下来的，当初也就是值那500两银子。啧，一个乡下哑巴，还真当自己能做一辈子少夫人。一个乡下哑巴，还真当自己能做一辈子少夫人。他们觉得叶静之病好了，我就该腾位置了。我昨儿听夫人院里的翠萍说，城南崔家夫人带了他家二小姐的画像来了。崔家就是那个出了举人老爷的崔家？可不是，那崔家二小姐我见过，谈吐模样真是大家闺秀，哪像咱们院里这位。可二少爷不是已经……乡下的罢了，夫人都说了，要是二少爷不喜欢，以后还可再抬正经的进来。一个哑巴，难道还能拦着？崔家确实遣了媒婆，却被母亲打发了。可这些下人只觉得，等我没了用处，迟早会被赶出去。哟，二少夫人又来做汤啦？哼，其实您吩咐一声就是，何必亲自来？我们这些人虽然粗手笨脚，总比您一个正经主子干这些粗活强。少夫人，这二少爷的膳食一向有老奴亲自盯着，您这老是插手，万一二少爷吃出个好歹，老奴可担待不起。我倒要看看
谁才是这院子里的主子？少夫人这样看着老奴做什么？老奴在叶家待了20年了，也不是头一回伺候主子。这是采买的事儿，老奴只负责灶上。少夫人您又不管家，这些事儿您不懂。叶静之教了我2个月账目，这些亏空，真当我看不出来？少夫人，老奴一时糊涂。少夫人饶命，老奴真的知道错了。少夫人今日想做什么？换了掌勺，这灶房里的歪风邪气果然消停了。今日听秦叔说，你把刘婆子撵了。刘婆子在府里20年，是母亲陪嫁带过来的人。难道我真的让叶静时为难了？错什么？你是我叶家的2少夫人，管个把下人，还要看谁的脸色。只是刘家那侄儿是个泼皮，回头怕是要来闹。我已经叫人去打过招呼了。知秋，你记住，在这个家里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在这个家里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叶静之，你这样会惯坏我的。淡了些。知道，来，再给为夫盛一碗。喂，三丫头呢？二少爷，二少夫人，外头来了个，说是少夫人的父亲。请进来。哎呀，三丫头，你这可真是掉进福窝了！三丫头，你这可真是掉进福窝了！瞧瞧这屋子，瞧瞧这摆设。来人，上茶。三丫头，爹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也不说句话。三丫头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。你弟弟要教庶苏，你二姐还要办嫁妆。你也知道咱家穷，你二姐比你大2岁，至今还没人上门提亲呢。爹想着你如今发达了，能不能多少帮衬些？弟弟的庶婿，姐姐的嫁妆，原来顾老三眼里，我终究只是个提钱的物件。原来顾老三眼里，我终究只是个提钱的物件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如今嫁入豪门，发了达就不认我这个爹了？你个丧良心的！阿爹将顾知秋嫁进叶家的那500两银子，顾知秋已用命还了。如今顾知秋还活着，是顾知秋自己挣的，和阿爹没有关系。岳父大人夫人说的明白，请回吧。白眼狼！知秋，你今天做得很好，以后顾老三若再来，交给我就行。也是，你连刘婆子都能收拾，一个老流氓算得了什么？无赖无无赖，终究是我爹。7岁起我就知道他不爱我，可死心容易，
要把心口这块糊烂了大半辈子的血肉连根拔除，终究是色的。既已离家，便以叶家为家。今天学这句。知秋，每日喝你炖的汤，好像是胖了些。那不行，娘子做的，一碗都不能少。圣旨到，叶家被钦点为皇商，关贡宫中丝绸瓷器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啊！好，贺喜叶家。累了就靠着我，累了就靠着我。二嫂，听说你最近在学管账，真厉害呀！我听说大嫂以前跟着大哥学管账，学了3年才上手呢，二嫂才学了几个月。瑶儿，你这话说的，二嫂哪里是寻常人可比？她可是结婚都能把二哥冲好的人呢，这运气咱们哪儿比得了？二嫂，灵儿敬你一杯，这杯酒你可千万不能推辞。林妹妹这么爱敬酒，不如先敬我。我这身子骨今天能坐在这里，全靠你二嫂。我这身子骨今天能坐在这里，全靠你二嫂。论功劳，你我，咱们这一大家子都是她手下活下来的人。二哥真会说笑。不是说笑，你二嫂不善饮，这杯酒我替她喝了。叶静之，不小了，一个14，一个16。这个家里，有些人惯会见风使舵。这个家里，有些人惯会见风使舵。当初我还是个废人时，他们避入瘟疫；如今我好了，叶家成了皇商，他们反倒凑上来排挤你。我就是心疼你，知秋，你以后不能总这么忍让。别人伤你1分，你要还以10分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这灶房油烟也太大了。二嫂，听说你娘家是种田的，那种田是什么样子的呀？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呢，是不是跟杂耍一样好玩？二嫂，你真的不会说话吗？是一直就不会，还是后来才不能说的？我听说有些人是受了惊吓才变哑的，你，灵儿，别说了。哎呀，对不住二嫂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嘴快了些。你个哑！二嫂，对不起，灵儿她不懂事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千万别去问二神母。多谢二嫂。叶林还说了什么？只差1个字。明日我替你去找三神。好，你说了算。二少夫人，这是夫人特意差奴婢送来的。夫人说了，这缎子是宫里新到的万事，回头您裁了新衣穿出去，哪家小姐都比不上您。定是叶瑶那丫头去找阿娘自首了，阿娘不便发作3房，便用这行绸给我撑面子。
从前的轻蔑变成了如今的畏惧。叶静是说的对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原本的老主顾因产能不足全退了单，外头那些大商户又趁火节压价，这是想逼死叶家。若是定不下供货，开春的春贡交不出，那是欺君大罪。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几个老主顾临时压价，大哥应付得来。他在撒谎，若供货定不下，叶家就完了。若供货定不下，叶家就完了。月底前必须定下，否则明年春贡必出大乱。二少夫人，二少爷在前头犯病了，怎么会突然？大夫呢？快去请大夫！芷秋，急火攻心，二少爷心脉本就弱，受不得刺激。这几日务必静养，绝不能再劳神。那2个老主顾被收买了，恶意散播咱们皇上根基不稳的谣言，小供伙上门都慌了，纷纷上门讨定金。庆庆为了稳住局面，连着2夜没合眼，今天在前头和那帮老狐狸争了一上午。是我没用，让弟弟替我操劳成这样。叶静之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别走，别丢下我。不走，我哪里都不去。芷秋，你一宿没睡，对不住，让你担心了。不会了，芷秋，以后再不会了。让开！我有要紧事，当面问二少爷，你们叶家到底还行不行了？呸！听不懂人话的哑巴！嘿嘿，你一个哑巴也配给老子递纸条？滚开！赵掌柜，你在我叶家的院子里骂我叶家的二少夫人。大少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一时情急。送赵掌柜出去，从今往后，赵家铺子与叶家断绝往来。大少爷，20年的交情啊！大少爷您开开恩啊！二弟妹，你是好的。二弟妹，你是好的。阿哥今天来过了，他说你把赵老八轰出去了，大哥还夸你，说你是好的。娘子真是肩头文武，怪哉，二少爷这脉象竟比寻常人还要稳上几分。天可怜见，
静之总算好利索了。佛祖保佑，秦满官，这就往城西观音庙送500两香油钱，快去！走，今日我带去你看看，看叶家的生意。赵叔，生意辛苦。他不再是那个可喜的少年了。去年流水折钱1637428贯。是，二少爷真神了。那种笃定和从容，是他骨子里的锐气。喝吧，解解渴。喝吧，解解渴。知秋，我想好了，等江南这批货的事料理清楚，我就带你去江南看看。先看江南水乡，再往北去看大漠，往西去看雪山，一年看一处，总能看完的。凉茶清苦，喉咙里却是甜的。还有，我给你请个先生，正经教你读书。不是嫌你笨，是你学得快，我教不过来了。我们家知秋值得最好的先生。这一刻，我不是什么冲喜新娘，也不是什么哑巴少夫人，我只是叶静之的妻子。等江南这批货的事处理完，我以后尽量不这么拼命了。我要多留些时间陪你。叶静之，你要长命百岁。叶静之，你要长命百岁，我们一起长命百岁。你要用什么来换？你要用什么来换？你要用什么来换？还好，是温热的。成为皇商后的头一个秋猎，大哥十分重视，全家已忙了整整3日。叶静之不善骑射，往年只是露个面便回房，可今年不同了。知秋，这次秋猎你也去。我不方便去。哪里不方便？你是我叶家的2少夫人，你不去，谁去？你再说这种话，我就真生气了。知秋，你听好，你从未给我丢过人。那些人爱说什么由他们去，他们说你哑，你就用手语；他们嫌语不够，你就写字。你不会的东西，我教你，你比他们都强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二儿媳妇知秋。2少夫人真是好相貌。我知道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个不说话的2少夫人，不过是叶家一道奇异的风景。快追！绝不能让他惊扰路人！报！大少爷射中的鹿冲撞了京城来的绣衣使！报！大少爷射中的鹿冲撞了京城来的绣衣使！绣衣使，圣上的耳目，完了，叶家这下祸事了！马丢了2匹，今天是你当班，肯定是你中饱私囊放跑了！你胡说，明明是你想要栽赃陷害，故意开的门！都住手！你来住了！这不可能！我明明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。崔家，城南那个因为压价被咱们断了往来的崔家，拿下，送官。
立刻派人去庄外清点马匹，赔偿镖局损失，其余人归位，不得擅离。诸位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叶敬之的夫人顾之秋，今日之事是他查清楚的，往后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谁若不敬，便是对我不敬。方才我不是给你撑场面，是知秋你自己把这叶家二少夫人的场子撑起来了。叶家这位二少夫人当真是不简单，听说是个哑。哑什么哑？今日要不是他救出内鬼，叶家的脸面怕是都要丢了。人家那是心里有数，大智若愚。山里叶良，知秋，若有一日你遇见了比今日更大的事，你会怕吗？我在。心跳得很稳，我知道我用炎灵许下的长命百岁，代价助教会来的。但没关系，若这世上当真有什么不能承受的代价，那便是你不在。只要你在，其余的我什么都受得住。教一个哑女读书，二少爷真是难为老夫了。300个字，竟无一处错漏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二少爷说你只学了半年。从今日起，你随我正经读经史。这个道字走之笔太斜了，比例不稳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沈先生说了，等你能默写完全本，便教你作诗。高兴了？既然高兴了，就去给我做盘山药糕。今日在外面忙了一整天，夫君可是饿坏了。挪用公账放印子钱，整整上千两的缺口，这些老家伙！大哥息怒，这2家铺子的账我来查。知秋，明日随我去一趟铺子，那掌柜被人教唆，背后势力极深，账面上的猫腻你比我细。明日你扮作送饭的伙计，替我在铺子里外走一圈。虚报损耗，折价卖给中间人，进价抬高半成，吃回扣。又是崔家，立刻送去给大哥，收网。二少爷、少夫人，官府查封了崔家所有铺子，崔二爷被收监了。树倒猢狲散，崔家总算彻底倒了。阴招使尽，终究是自食其果。你就是顾之秋？瞧我这脑子，倒是忘了你是个哑巴，还是个乡下来的哑巴。就你这样一副寒酸样，凭什么配得上叶家二少爷？这身衣裳是叶府宫中发的吧？叶静之可曾单独给你买过首饰？没有吧？你自己心里也该清楚，你不过是个冲洗的工具。瞧，那是县令家。这世上比这更难听的话，我从小到大听得太多了。他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。他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。天凉了，出门也不知多穿些。这位姑娘，我夫人虽不会说话，可她并不会影响到旁人。若她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，你大可寻我叶家之人，多少补偿我叶家都会出。可若是有人特意来气她不会说话，受了委屈也说不出口，那我叶敬之也不会做那良善之人。无论是谁，都是需要付出些代价的。无论是谁，都是需要付出些代价的。叶静之，他的出身连我的丫鬟都不如，你选他？最起码他比你善良能干，不是吗？姑娘，
今日叶某给你留些颜面，还望你日后自重，别再打扰我的妻子。顾知秋，你别得意，你不就是仗着他还没……那些话我不想听，也不必听。哎，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这个人怎么什么时候都不忘吃屎？没有娘子烤的好吃，要是能一辈子吃到娘子烤的红薯就好了。好，你又开口说话了，娘子，你日后还是少开口应承我，偶尔应一次就够了。前日在珍宝斋瞧见的，顺手买了。穆小说我出身卑微，叶剑之总会嫌弃我，可他从不会说那些场面话，他只会用一切行动告诉世人，我是他的妻子，谁也别想欺辱。知秋，我们什么时候圆房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急不急，我再等等。知秋，我想好了，以前只听大哥说过，江南水乡的屋子建在水上，大漠有落日黄昏，雪山终年不化。我已经征得父亲母亲同意了。既然老天给了我琴声，我不想一辈子困在这一方宅院。知秋，我想换一种活法，我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出门在外，你要多仔细静之的身子，叫他按时吃饭，走远了也要记得写信，哪怕只是报个平安也好。出去看看也好，正好叶家在江南的铺子需要人作证，你顺道去看看。知秋，这个家你的功劳最大，若是在外受了委屈，尽管写信回来，你娘自会替你做主。等你们回来，娘就在城门口支8张桌子，摆上3天流水席。好孩子了，早些回来。江南的屋子都建在水上，天一亮推开窗就能跟对门邻居借一勺盐。以后我们还要去大漠看落日，去雪山看终年不化的白雪，一年看一处，总能看完的。叶剑之，知秋，你刚才……知秋，你的嗓子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好，知秋不想说，那便不说。叶静之，让严灵的秘密永远埋葬吧。愿你长命百岁，愿我们走遍山川，你在便是我的愿望。